虚空法界，隔音之谜，第8期。大家好，书接第7期。第2，被不甘困扰。很多人因结束到了，便以疾病或事故的形式脱离了肉身，但其家属却对医生或肇事者不依不饶，乃至形成伤害。作为灵魂的亡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死亡是一种必然，而医生或肇事者只是这事件的助缘人而已。家属表达出的攻击性让灵魂倍感煎熬，因为自己到站下车而为他人带来了无妄之灾，平白添加了许多烦恼需要消业，亡者因愧疚无法离去，不得安息。家人与涉事者在寻找真相与诉讼的漫长时间里，心灵都围绕逝者反复拉扯，有彼此伤害，逝者无力干预，又深感不安。很多此类的亡灵干脆就把家人祸害死，好尽早结束这一闹剧。第3，恋物狂魔。魔不是一种恶性的灵体，而是认知处于偏执状态的灵体。他们对某一信念秉持着强烈的不可撼动的坚持，并不惜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来捍卫自己所执念的信仰。这信仰可以是某种理念、某一事物、某种身份、某种准则，亦或者是恋物、恋人、恋诗、恋宅、恋名、恋成就。比如一个人修行了50年，意识进入了某一维度亚空间，即使肉身化了，还要依次继续修行。这一耽误也就过了千百年，后来悟了，才把自己放出来。地狱的囚徒与天堂的天人，其实都是自困在自我心智的某种偏执中，被认知困于某一亚空间幻象里。但凡有相，皆虚妄。破幻魔部都是具备侵略性和伤害性的，但都很执着地捍卫自己在意的事物或理念，尤其是某些他们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乃至信仰。魔普遍对事理的认知匮乏必要的弹性，困于自我认知成见中，因此无法在多维度多空间中随意穿行。魔化后的意识体为获得与捍卫自己的利益或平复自我感受，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攻击其他意识体与其载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被魔攻击也属于被攻击者的人生体验剧目。因为如果被攻击对象在意识层面上认知魔的存在，但不给予魔伤害自己的权柄、恐惧，那这个可能的受害者自身的灵体与实体载具，对于魔来说都是金刚不坏之身，或压根儿不在魔的可见视野频段上现象。但如果某人因一己私欲，以利己为目的，驱使其他灵体介入他人或自身的剧本，扰乱人生业力铺陈，那就是和魔或鬼形成了某种对等契约，把自己显化给了对方，收获的自身利益大小与所需平衡的课业成正比，花的那点香油钱或巫师的费用不算。下一节，归魂。归魂也分3大类。第1，即刻跟随牵引光进入中阴的是老灵魂，他们多是都死习惯了的高级觉悟者，对中阴前后的流程驾轻就熟，甚至还充当过指导灵或引导灵。他们多数是来地球当义工的助缘者、传法者，为推进历史事件，确保大事件的走向而降生，成为心灵导师，行走的智慧，历史中的名人。第2，流转在世间几天，看家人平静地认可了自己的逝去，然后拜访了自己挂念的一些地方和人物，就跟随引导灵进入中阴，或自己心意满足，主动靠近牵引光束进入中阴。这一类多见于心性平和的老人与久病盼死的患者。第3，没有太多不舍与依恋，人生过得犹如嚼蜡，婚姻与事业都像混吃等死的朝九晚五，爱人孩子也是人生基础配置，没有思考过哲学，更别说渴望理解灵魂。死亡就是一种解脱，死后也没有太多的主张或依恋，基本上都是浑然地跟着感觉走。死后无感地脱离了肉体，
无感地跟随着引导，消失在光中，谁爱怎么哭闹都与我无关。下面讲的是阴间部分。死亡后进入中阴界前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亚空间呢？什么人会经历亚空间？贪婪、内疚、傲慢、愤怒、嗔恨、绝望等一系列因认知扭曲而显化出的强烈情绪，若持续太久，人自身的意识频率就会犹如浑浊的泥浆一般。在进入纯然通透的灵界前，这些杂染需要被滤过与沉淀。很多灵魂经历人生后，就好比一碗各种剩菜混合的泔水，把它直接倒入无杂无染的心灵之蔚蓝湖水中，是富有破坏力的。对于整个如琉璃般纯净的统合意识体来说，是无法容忍的。必须完成一系列的自我意识频率中正校对，才能以纯净的性状与中正的心态回归融合，进入意识能量中枢。所以在阳间与中阴界间设立了一个缓冲区域，起到自循环的作用，用来冷却鬼魂自带的各种戾气。很多鬼魂与濒死经验者都是游历了这个缓冲地带。很多濒死体验者或修行的大家会出入中阴或灵界，并带回各色彼此冲突的旅行见闻描述。在综合全球类似信息后，你可发现来自同一民俗或宗教团体的人，其见闻是相互可以印证的，而迥异的地域与民俗带来截然不同的中阴前信息。这些信息的差异性又与观察者自身的心理素质、性格趋向、善恶认知、宗教信念、自我评价有直接的密切关联。现在相信大家都明白了，但凡有相，皆虚妄。这佛语的意思了。其实本源之外无实相。当灵魂脱离肉身后，最初的阶段都会经历什么呢？老灵魂我们就不探讨了，大师级或星际志愿者的灵魂有自己的 VIP 通道。小白我也不想多说，能活明白就不错了。每天就跟名利爱人较劲，压根儿不会想到死前去探索灵性话题，也没机会跟随指导灵的牵引来看这文字。能有机缘看到这篇文字的人，都是灵性上高度觉醒而渐趋成熟了的修行者，基本上已经脱离开宗教的固化与地域性迷信的困扰，可以跟随热忱和指导灵密切合作来显化必要的高维灵性信息，加速开悟过程。所以我主要针对这个受众群讲解你们将会经历的未知。以下提及的一系列流程与事物并没有普世价值，因为每个灵魂次第与层级都有其对应的流转过程和后续铺陈，没有一法可涵盖道之无穷与混沌多变。所以这文章中的内容只适合有机缘阅读到它的人。相信我，没有偶然，你的注意力与关注点被引领到此处，自有你高我的深意。其意义就是让你有机缘进一步清晰地认知到启程与归行的路径。看到这里，希望您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第8期结束，谢谢观看。